今天讲一个关于蛊的故事啊，先看一看网友怎么说。现在想想我就觉得不寒而栗，万一我这么帅的人也被这种人看上该怎么办？那今天的故事有一点点狗血，来自网友旧城听雨。10年前的事儿了，这个当事人呢叫做小严。10年前啊，在郑州和咱们投稿网友呢读同一所大学，家里有钱，还是独子，很受宠爱。那小严呢身高1.8米，体重160，挺壮的，篮球打得好，深受女生的欢迎。在学校呢那会儿也算是风云人物。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他大2上学期，这个小严呢开始丢内裤，洗好晾在阳台的内裤隔三差五的丢，甚至啊扔在盆里还没有洗的内裤都会莫名的消失。那下楼呢找过好多次没有找到。那有一天同宿舍的刘伟告诉小严，他有一次看见宿舍的 A 舔小严喝过的奶茶吸管，并且啊说好几次他突然回宿舍发现 A 躺在床上鬼鬼祟祟。那小严呢一听沉默了。A 也是他的舍友，且在宿舍里唯独对他特别的好，带饭打水嘘寒问暖，但是呢对其他2位基本是零交流。最主要的是在他开始丢内裤之前， A 的确向他提出过要帮他洗内裤洗袜子，不过小严拒绝了。所以在听到刘伟这么说之后，他爬到 A 的床上把被子一掀开，蒙圈了，他丢的内裤全都在 A 的被子里。那你说啊，如果是你遇到这种事儿能不能顶得住？那既恶心又尴尬。于是呢小严马上找到导员要求换宿舍， A 知道之后呢死活不让他换啊，但小严呢被恶心坏了，执意要搬，还骂 A 是个变态。 A 呢最后拦不住啊，带着哭腔大喊你会后悔的。当时呢是没有人在意的，可是后来却因此发生了一系列超出常人认知的事儿。在换了宿舍之后呢，新室友都是直男，那平时一起打打游戏聊聊天，就这样过了1个学期。那第2学期开学了，有一天呢，这个 A 突然找到小严，说自己准备退学了，临走之前能不能一起吃顿饭。他知道自己错了，但还是很认小严这个朋友的。那小严呢就觉得一顿饭而已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更何况 A 曾经对自己确实不错，于是答应了。那到了饭店之后啊，发现除了 A 之外，还有一位50岁左右的大叔，说是他的亲戚。上菜之后呢，这个 A 就提议了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学校了，那不醉不归。好了，酒过3巡，他又提议让这位亲戚帮忙算命，说亲戚学过这个。小严当时呢已经喝得5迷3道了，就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诉了大叔。那大叔说小严命里有劫，但可以化解，需要他的一滴血和头发。那会儿年纪比较小啊，对于这种事儿呢是无所谓的，加上这个酒劲上头，他就拔了2根头发，扎了几滴血给到这个大叔。大叔呢拿出一个黑色的葫芦，把头发跟血滴进去，摇了摇，又倒出几滴黑乎乎的东西混在酒里，让小严喝了下去。那小严呢二话不说喝了。喝完酒之后啊各自离去，但从那天起小严的噩梦开始了。A 呢是真的退学了，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这个小严慢慢的觉得很奇怪。前面我说了啊，他也算是风云人物，挺受女生的欢迎。那有一天呢，一个长相甜美的女生向他要电话，小严刚拿出手机，突然头痛欲裂啊，心脏像被挤压了一样啊，喘不过气来。那同学呢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，医生检查之后呢说没有什么大碍啊，也说不清楚什么原因，开了点药让他回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小严发现只要有漂亮女生路过，他但凡是多看2眼就恶心难受，胸口啊钻心的痛，你不去看不去想就没事儿。那又过了一阵儿，晚上开始做梦了，他梦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啊躺在他的身边，早上呢还会梦遗，浑身酸软，提不起精神。而梦里那个人呢则越来越清晰，直到有一天他看清了那个人居然是 A。 而小严呢也越发的控制不住自己，这个脑子里啊总是会闪过 A 的画面，并且有一种想见面想拥抱他的冲动。那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，打听到 A 的住址，找上了门。那 A 呢则是像早知道他会来一样啊，开门之后是一点不带意外的，反而说你终于来了。那小严一看到 A 就控制不住的抱了上去，2个人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。后来呢，小严说那段时间他每天浑浑噩噩的，发生了什么事完全想不起来啊。我在想他是不是不愿意回忆啊。总而言之啊，学校也不去了啊。这个导员呢打电话过来呢，他就以各种的理由请假。那时间长了，导员觉得不对劲，于是就联系了小严的家里。他爸妈停了生意，赶回郑州报了警。那警察呢则很快查到小严在 A 的家里，就带着他的爸妈上门。敲门之后 A 开门，小严呢就在后面抱着他，看到爸妈也不喊，眼神啊像看陌生人一样，眼里只有 A， 对警察呢更是视若无睹。 A 当时笑了笑，人就在我这里，能不能带走看你们的本事，他是自愿跟我在一起的。那小严的爸妈看到这一幕差点吐血啊，他们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还指望他传宗接代啊，现在却和一个男人搂搂抱抱搞在一起。他爸是气上心头啊，不顾警察的阻拦，上去一巴掌扇到 A 的脸上。 A 直接说了一句小严给我揍他。
没想到这个小严真的上去啊，对他的爸拳打脚踢，还好有警察把他控制住了。他爸呢就气的是哭着大吼啊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走？今天不走我就没你这个儿子。可是小严眼神空洞，一字一句的说，我哪也不去，就在这里。最后是实在带不走他，只好放弃了。那回到住处呢，他爸就越想越不对劲。小严平时虽然说大大咧咧，但还算听话，更何况呢从来没有跟他动过手，而且啊刚刚他的表情语气都很奇怪。就抱着这种试试的心态，他爸呢给自己熟悉的一位风水师打电话咨询。但这个风水师一听这个情况呢，就推荐了一位王老师啊给小严爸，说王老师呢是专治各类邪病的。在联系到王老师之后呢，王老师则说必须要见到小严本人才能判断什么情况怎么解决。于是小严爸重金请来了王老师，并且把他带到了 A 的住处。A 还是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随便搞，我不拦他，只要你们有本事让他走。但王老师啊就看了小严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拉着严爸下楼了，说这事儿他干不了，这是蛊，不是邪病。那退钱之后呢，他给了严爸一个地址，让他去找一位叫孙婆的老太太，但人家帮不帮忙就不知道了。严爸是火急火燎的赶到了贵州啊，顺着这个地址呢找到了孙婆家，是一座古式建筑啊，青砖黑瓦，像个小庙，门口呢有股香火味儿。敲门之后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开门啊，面容和蔼，眼神很亮啊。这个严爸呢说明情况之后，孙婆说这是被人下了一种叫做噬心虫的情蛊，子母蛊相连，母蛊控制子蛊，噬咬中蛊之人的心脏，让人无法反抗，进而控制人的心智。那严爸就问了有没有办法解决，孙婆说可以，但代价很大。如果解蛊，子蛊身亡，则会导致母蛊跟着身亡，那母蛊的宿主也会死，下蛊人也会遇到反噬，所以一旦解蛊就是不死不休，且需要准备很多东西。但严爸当时很坚定啊，倾家荡产也要把儿子给治好。最后两人谈好了价格，居然是500个 W， 哇塞！此外，这个孙婆呢还要求说，3年之后严爸会生一个女儿，是有大气运之人，等他年满12，要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，跟随他在这里修行。严爸呢是一口答应了下来，未来嘛谁也说不清楚，眼下救儿子最要紧。那第二天中午呢，严爸严妈就按时赶到了孙婆家。孙婆换上了当地的民族服饰，点了3根香，对着供台上一个黑色的神像拜了拜，拿出一个通体黑色的旧木盒，从笼子里啊抓出一只大公鸡，杀掉放血倒入木盒，用铁钳从另一个笼子里夹出一条五彩斑斓的蛇，手起刀落取出蛇胆扔进了木盒，最后从一个陶罐里取出一只通体白色约10多厘米长的蜈蚣。那孙婆呢念念有词，用毛笔蘸朱砂在蜈蚣的身上写话。没一会儿，说这个蜈蚣的身上呢冒出一股黑烟来，迅速爬向木盒，把蛇胆和鸡血全部吃掉。孙婆又拿出了一张符纸念咒，烧掉后扔进了木盒。接着呢取出了一个布袋，放出了一只瓢虫，这个瓢虫呢是直奔蜈蚣，从他嘴里钻了进去。没过多久呢，说这个蜈蚣啊被啃得只剩空壳。那孙婆呢又念了一会儿，说成了，这只蛊专克情蛊，并且啊嘱咐严爸到时候多找点人，把蛊虫直接塞进小严的嘴里，这个蛊虫自会把情蛊咬死，再从他的身体里爬出来。不过事成之后呢，小严会元气大伤，需要长期调理身体。那严爸呢谢过了孙婆，拿起装情蛊的小盒子啊，又赶回了郑州，连夜打电话叫来几个亲戚啊，一起赶到了 A 家。那敲门闯进去之后，二话不说按住了小严，把蛊虫扔进了他的嘴里。那没过多久，小严果然眼神恢复了清明，那神智呢也逐渐清醒了过来。爸妈抱着他痛哭，终于把他带回了家里。1个多月之后啊，严爸呢从帽子朋友那里也听说 A 死了，七窍流血，死状极惨。而3年后，严爸果然生了一个女儿。那蛊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话题啊，每天有这么多的朋友听故事，有没有人能够给我拍张照片？我是真的好奇。好了，我是老朴，下个故事见。